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摆弄了一会金属匣子，我将自己的那2颗原石都放了进去。随后，我将目光停留在了那个黑色的恒温箱上，恒温箱的里面放着一颗白色的蛋，这里面就是莉莉丝和莉莉娜。我用手指戳了一下蛋，外壳有一点软，滑溜溜的，有点像是剥了壳的熟鸡蛋。也不知道多久可以孵化出来，希望可以快一点。我将恒温箱交给小爱同学来看管，自己则去盯着区域频道，看看进度如何了。刚刚打开区域频道，苍小空就发来了一条私信：老板，我查清楚了，确实有人在幕后贩卖基因改造药剂，这个人叫皮耶罗，是密修会的成员。至于那个卡萨诺，则是他发展的一个下线，一个传声筒，专门负责拉人的。他们开出的价格是30颗心脏一份改造药剂，但是不保证效果。苍小空还发来了皮耶罗的照片，不愧是专业的，这速度就是不一样。我拿着照片端详了片刻，我又对着区域频道找了一圈，确认只有一个叫做皮耶罗的家伙，那就是你了。我拿出了雕像，生死决斗场，这东西每个世界可以发起一场强制决斗，是我从樱花车队手里弄来的。发起决斗，请选择决斗者。皮耶罗，请选择决斗方式。1v1单挑，请选择决斗场地或者先行进入决斗场。先进入决斗场。决斗要求发送中，正在等待回应。此时，皮耶罗正哼着歌，查点着物资，刚刚完成了几单生意，让他赚了一大笔。嘿嘿嘿，终于轮到我发财了！加里森、乔治，你们这些白痴，非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卖药剂，被杀了吧！这年头，想要安稳做生意，还是需要一个白手套，把自己摆放在明面上，这不是找死吗？有了这些财富，我就可以在网上一个台阶了。你遭受了玩家13的决斗挑战，如果拒绝的话，需要交出自己的全部物资，请问是否接受？什么？交出全部的物资？这怎么可以？皮耶罗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嗖了一下跳了起来。这些东西都是他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交给别人？13是吧？居然敢挑战我，你死定了！我一定要亲手拧断你的脖子，把你的尸体挂在树上，任由乌鸦啃食。玩家皮耶罗接受挑战，请选择场地。游戏系统弹出了一系列可选择的场，居然有这么多场地，该选择哪一个好呢？皮耶罗翻动着列表，对比着不同的决斗场地，忽然他眼光一亮，居然还有这种场地，这正好适合我的车子发挥，就这个了。皮耶罗点选了确定，白光笼罩，2个人消失在原本的位置上。当白光消失之后，我感觉眼前豁然开朗，周围鸟语花香，椰树成林，一副南国风情。再往旁边一看，海浪涌动，沙滩上满是各种小螃蟹，正是南国岛屿地图，还真是有缘。上一次决斗我就选择的是这个地图，没想到皮耶罗和我心有灵犀，居然也选择了这张地图。上一次我可是在这个地图上逛了好几圈，把整个岛屿的情况都摸透了。嘿嘿，这一次我就省点事，等着你自己上门来个瓮中捉鳖。我想着把车开入了椰林之中，用巨大的叶子将步兵战车遮挡了起来，将炮口对准了公路。我准备打皮耶罗一个伏击。很抱歉，你的计划破产了。皮耶罗跟你想的一样，正在原地设伏，并且加装了伪装网，准备长期坚守。干！我没想到自己想出来的完美计划，居然和皮耶罗撞车了。要不是有提示系统提醒，2个人恐怕都要在原地傻等了。很好，你窝在原地是吧？我去找你总行了吧？我调转车头，偷偷地穿过岛屿，向着岛屿的对面开了过去。因为上次横穿过岛屿，我对于岛屿中的道路还是很熟悉的。在路过岛屿中的祭坛的时候，我还想着看看能不能卡个 bug 再刷一个雕像出来，可惜祭坛还在原本的位置，雕像却没有了。还真不给钻空子的机会。我开着车继续向前走去，前方2公里发现皮耶罗车辆，如果继续靠近会被对方发现。在前方2公里，在哪里呢？我看看。我将远方的景物拉近了，经过一番仔细的寻找，我终于在椰林之中发现了一辆覆盖着伪装网的车子。这辆车子有点特殊，从外形上来看有点像是游乐园里小孩子玩的那种电动车，外形是一个可爱的大青蛙，但是在大青蛙的背上居然背着一门口径达到了400毫米的旧炮。这是什么车？我看到那辆车就是一愣，400毫米啊，这么大的炮弹要是砸到自己的车上，哪怕复合装甲也扛不住吧。用主炮直瞄，先把对方的炮打掉了再说。明白。小爱同学悄咪咪地转动炮口，瞄准了皮耶罗车上的那门主炮，自动上弹机将炮弹推进了炮膛，一声炮，稳定一脱壳穿甲弹直接命中了旧炮。旧炮的炮身不是装甲，只是膛压比较高的钢材，被穿甲弹击中之后直接被炸上了天，剧烈的爆炸甚至直接将车子的顶部外壳给掀飞了出去。伴随着爆炸，一个身影从车子里跳了出去，没入了椰林之中。这家伙身体这么强，这都没炸死。我没想到这一炮居然没解决皮耶罗，
反而让他跑掉了。我开着步兵战车缓缓地开了过去，故意只露出了120毫米主炮，没有显露任何其他武器，就是为了引诱皮耶罗自投罗网。可惜皮耶罗居然没上钩，居然没有从隐藏的地方现身。这家伙还真能够，看来我还得再加上一把火才成。我从车里跳了出来，顺着破洞钻进了青蛙车，开始翻找里面的物品。不得不说，青蛙车虽然从外面看起来不大，但是里面的空间却是不小，里面足足扩展了2个普通仓库，2个高级仓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材料零件，各种食物，各种规格的武器弹药，各种衣服。我没有呼叫001帮忙，而是自己一趟一趟的往车里搬东西，目的就是给皮耶罗创造机会，让他跳出来袭击自己。可是皮耶罗就是不出声，我都快把东西搬完了，也没个动静。这家伙还真是个伏地魔，这样都能忍住，给你点厉害的看看。我将001叫了出来，开始拆解青蛙车。搬你东西你不出来，现在拆车总应该出来了吧？皮耶罗心里也很着急，从他看到我在搬运他的物资开始，他的心就如同刀割一样。可是身上的被他带在身上的神秘阴影雕像却告诉他要在岛上隐蔽起来，绝对不能暴露。他是咬着牙看着我把东西搬空的，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我已经开始拆他的车了。要是他的车真的被拆掉了，那他岂不是死定了？笨蛋，他拆了你的车，你不会去抢他的车，到时候你的那些物资还不都是你的，而且他的物资也都落入了你的手里，并且只要你把他的车抢到手，那个家伙不就成了没牙的老虎，还不是任由你收拾？我怎么没想到？皮耶罗打定了主意，悄悄地向着步兵战车爬了过去。皮耶罗吞噬的药剂是变色龙，能够让身体随着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他自信，只要自己动作小点，哪怕从我身边经过，都不可能被发现。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皮耶罗悄悄地准备从我身边爬过去的时候，我猛地抬起了右脚，一脚踩到了皮耶罗的后背上。居然敢从我面前爬过去，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瞎子？你居然能看到我！皮耶罗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他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他曾经站在一棵树旁边，数个玩家从他身边经过都没发现他，可是现在居然被我发现了。皮耶罗立刻摸出了一把匕首，向着我的腿割了过去。这把匕首是神秘阴影赐予他的，异常的锋利，甚至能刺破许多钢铁。一道火星在外骨骼上亮起，匕首在外骨骼上留下了一道火星，只在上面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怎么回事？明明神明大人说可以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声枪声响起，掌心机枪的子弹直接将他的手腕打断，那把匕首也掉落在了地上。我又一枪打断了皮耶罗的另一只手臂，随后一脚踩在他的背上，将皮耶罗彻底控制住后，这才松了口气。我看着外骨骼上的割痕，心中一阵的后怕。还好今天莉莉丝帮我提升了一下外骨骼的硬度，不然今天恐怕要翻船。皮耶罗被我踩得哀嚎了起来。老实点，再敢多嘴，就把你挂在海水里喂鲨鱼。现在我问你答，不要说多余的，不然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听明白了吗？有本事你弄死我！还挺硬气，这把刀挺锋利的。你说我要是在你身上试试，会是一个什么效果？我将皮耶罗的那把匕首捡了起来，刀尖在皮耶罗的身体上方逡巡着，似乎在找下刀的地方。要不从这来一下怎么样？我切香肠的技术很高的，保证每一片厚薄的差距不超过2毫米。我手中的刀子向着皮耶罗的下半身一去，皮耶罗感觉背后一道凉风袭来，身体不由得一哆嗦。千万别，你要问什么直接说，我都告诉你，咱们有话好商量，千万别动刀。看到刀子要落下去，皮耶罗当即就怂了。呵呵，早这样不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让我用非常手段呢？你说是吧？告诉我，那些改变基因的药剂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药剂啊，是用机器制作出来的。那机器是从哪里弄来的？在加里森、塞利亚、乔治他们贩卖药剂的时候，你怎么不贩卖？是你们之间有约定，不同时贩卖？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约定？我们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平时都是各玩各的，根本就不会建立这种盟约。那机器是神秘阴影刚刚赐予我的，不然我早就贩卖药剂抢生意了。等等，你说那台机器是神秘阴影赐予你的？是啊，有什么问题吗？他平时会赐予你们东西吗？以前倒是没有过，不过乔治死后，神秘阴影大人就降临了，赐予了我药剂制造的机器和那把匕首，还有车上的旧炮，并且承诺，如果我能杀了你，还会给我更多的赏赐，甚至让我脱离游戏的机会。那你为什么要玩家的心脏？这是制造药剂的关键材料吗？是神秘阴影大人特别要求的，要我们奉献上玩家的心脏作为祭品，奉献的越多，能获得的奖赏就越多。这样啊，这基因药剂的幕后真正的推手，应该就是那个神秘阴影。索取玩家心脏的目的暂时不明确，
或许是真的需要，也或许只是想要挑动玩家之间厮杀。最让我惊愕的是，那个神秘阴影居然还想要让皮耶罗干掉自己，还处心积虑地准备好了专门对付我的武器，还真是大动干戈。不就是拆了你几个雕像吗？至于这么小气？忽然，我的目光落到了皮耶罗的腰间，在他腰间的位置挂着一个小巧的雕像，那外形和神秘阴影一般无二。这是什么？我一把将雕像扯了下来，在手里把玩着。莫里亚蒂干涉求生世界的媒介，神秘阴影的便携式雕像，利用它可以实时和幕后的莫里亚蒂沟通。原来是这个家伙。好，干涉这里的媒介是吧？以后凡是神秘阴影雕像，我看到一个摧毁一个，看你还怎么干涉。我单手一用力，木质的雕像顷刻间被捏成了碎片。哼，莫里亚蒂是吧？小爷跟你杠上了，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我知道的都说了，能给我一个痛快了吗？还没完，那个帮你当掮客的家伙是谁？把他的详细信息给我。那家伙啊，他叫卡萨诺，是一个在考察的外围成员，平时帮我联系客户，开的车是……皮耶罗把神秘阴影的消息都卖出去了，对于这个外围成员就更不放在心上了，直接将对方的信息卖了个概。我并没有立刻杀死皮耶罗，而是又趁机在岛屿上捞了一波资源，将成熟的椰子都摘走，补充一些生态园里没有的水果，砍伐一些树木切割成木料，甚至让小爱同学伸开太阳能充电板，将电池充满。虽然我现在有了小型核反应堆，有了近乎用之不竭的能源，但是看到这么多羊毛不去薅，我总感觉亏了点什么。皮耶罗的车子被拆解掉了，崭新出厂的001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居然开出了3张图纸，一张照例是神秘阴影的建造图纸，一张是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的升级图纸。升级之后，不光可以从那些变异的生物体内提取基因用来改造，甚至可以从普通的野生动物体内提取隐性基因进行改造，只不过几率有些低。最后一张则是青蛙车的改造图纸，青蛙车的特点是可以在水中无障碍行驶，在草丛中更加不容易被发现，在危急时刻甚至可以进行长距离弹射，自带5倍是一门水炮和一门20毫米的机炮。这车有点特色，但是效果也就那样，比较适合喜欢狗的人。我将图纸收了起来，准备找个机会卖掉。旺财挖出了2个1尺多长的蛏子，扔进了红色的塑料桶里。此时塑料桶里已经装满了刚挖出来的海货，从蛏子到猫眼螺，从螃蟹到海蜇，甚至还发现了2只被海浪卷上来的海参。晚上又可以吃一顿海鲜烧烤了。一枪干掉了皮耶罗，随后把他扔进了药剂制造机里。他身上的变色龙基因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决定留起来，等莉莉丝转身回来，看看能不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随后一道白光就笼罩了我，决斗结束，传送回原本位置。周围的景色一晃，我回到了原本的公路上，一阵紧急的刹车声从身后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挂满复合装甲的牧马人停在了后面，估计是没料到公路上会突然出现一辆车，一路高速行驶，差点发生相撞。你怎么开的车？开牧马人的家伙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不断地按着喇叭大骂道：对不起，等等，你是卡萨诺？我一看到这个人的脸，再对照了一下车子的外形，和皮耶罗描述的那个手下一般无二，这家伙也是帮凶，自然包含在被干掉的范围之内。卡萨诺的反应十分迅速，转动方向盘，踩油门，一下子就绕过了我，冲到了前方。别让他跑了，给我追上去，干掉他！我一踩油门追了上去。